巴赫穆特的攻防战仍在继续，双方都到了用尽全力的边缘，战斗的持续时间和血腥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在经历数月攻防战之后，乌克兰在巴赫穆特已经没有多少控制区了。外界本以为不需要再花费多少时间，俄罗斯就能完全控制这片战场，但没想到变数接连出现。乌克兰在15日晚些时候宣布巴赫穆特获得首胜，俄罗斯正规军溃败，瓦格纳雇佣军损失惨重。乌克兰陆军司令希尔斯基表示，包围巴赫穆特的行动仍在继续，但目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战果，马上就要夺回巴赫穆特了。进攻这里的俄军也将遭到瓦解。根据火力军的猜测，乌克兰这场首胜应该发生在5月10日，也就是俄罗斯红场阅兵结束的第一天。乌军在巴赫穆特部分地区发动了反击行动，其中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攻势非常猛烈。根据俄罗斯战地记者的爆料，乌军猛烈进攻阿尔特莫夫方向，截止11日晚上，俄军侧翼阵地已经落入乌军手中。在这个方向作战的俄罗斯正规军不敌乌军溃逃，放弃了一段近2公里长、纵深500米的前线区域。乌军在巴赫穆特南部反攻得手后，继续向前推进。火力军知道，又有人说这是俄罗斯善意撤退，瓦格纳在下大棋。来看看路上去军事化的俄军士兵。就算是瓦格纳在下棋，也是一盘烂棋。在这2天内，乌军发动了多起小规模反击，逃跑像瘟疫一样在俄军前线蔓延，不断放弃前沿阵地。巴赫穆特西北部，俄军第9摩托化步兵团从防御工事中撤出，不战而逃。瓦格纳也撤出阵地。西南方向，俄军第4摩步旅与第374摩步旅被乌军击溃，从而放弃居民点阵地，使得俄军在南翼的钳子废了。而在巴赫穆特市区，工业学院及周边地区已经被乌军收复，巴赫穆特的攻守之势已经发生了逆转，乌军正在朝着反向包围的目标前进。巴赫穆特这个战场的变数太多了，先是瓦格纳威胁要撤退，之后又爆出俄罗斯正规军擅自撤出阵地，导致巴赫穆特战局大变。虽然俄军仍占据大片区域，但也丢失了不少前沿阵地。而比丢失阵地更严重的是俄军与瓦格纳之间的内讧。在乌军反击成功后，普里戈金发声怒斥俄军无能，就是因为俄军逃跑，才导致瓦格纳雇佣兵损失惨重，至少损失了500人的兵力。而在此之前，普里戈金曾表示，瓦格纳每日阵亡人数不足100人，如今阵亡人数翻了5倍，可见前线战况有多糟糕。但乌军此次外围反攻也是卯足了劲儿。根据亚速营创始人兼任指挥官的比列茨基说法，乌军出动了以第3突击旅为主的反攻部队，配备58辆坦克的欧式装甲突击车，在黎明前对欧军第72机步旅控制区域发动突袭。让人意外的是，第72机步旅竟然一触即溃，全部溃离原防守区域，导致乌军外援部队夺回了巴赫穆特市西南部约8平方公里城区，并使巴赫穆特南部侧翼被乌军撕开一块近2公里长、纵深500米的裂口。乌军在外围的展开的反攻，明显提升了乌克兰守军的士气。市区内，乌军向俄军发起了从内向外的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此前，第72机步旅被部署到巴赫穆特西南方向，主要从侧翼保护瓦格纳集群，防止塞弗尔斯克方向的乌军对巴赫穆特造成干扰。在过去的几个月，正是有着巴赫穆特南北翼的俄罗斯正规军掩护，瓦格纳才能在巴赫穆特市区争夺战中稳步前进，逼迫乌克兰守军在市区内的防御面积缩小到 2.3平方公里。截止前些天，瓦格纳已经占领了巴赫穆特 95% 的区域，距离完全占据仅剩1步之遥。第72机步旅的溃败让瓦格纳差点败北。第72机步旅是去年秋季由俄罗斯各州志愿者组建的新部队，缺乏军官，缺乏士官，同时也极度缺乏重型武器和反装甲武器，在俄罗斯正规军中属于战斗力非常薄弱的部队，所以才会被乌克兰第3突击旅击溃。第72机步旅的第6连、第8连被全部摧毁，大量装甲车辆被摧毁，导致俄军丢失大片阵地，同时也导致瓦格纳侧翼被乌军撕开一个口子。瓦格纳第3突击分队遭遇重创，在此次反攻中，乌军向前推进了3公里，收复了巴赫穆特 7.8平方公里的区域，而这块区域是瓦格纳血战多日，在付出500多人阵亡的代价下才拿下来的。
这一点不免让人唏嘘。俄罗斯在这里打了数月，没有拿下41.7平方公里的巴赫穆特，却在1天之内损失了7.8平方公里。看来俄军和瓦格纳是无法拿下这里的。在胜利日结束后，普里戈金再也忍不住了，再次向俄罗斯国防部开炮，宣称被俄罗斯防长绍伊古欺骗，根本没有获得承诺的弹药，并且还收到了俄罗斯国防部的书面命令，一旦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撤离巴赫穆特，瓦格纳雇佣军将被视为叛军。普里戈金还提到，此次瓦格纳之所以损失惨重，就是因为负责侧翼掩护的第72机步旅在没有告知瓦格纳雇佣军的情况下擅自撤离，导致瓦格纳侧翼直接受到乌军的威胁。普里戈金的指责让俄罗斯正规军遭受了不少非议，尤其是国内民众。一向英勇的俄军居然会擅自撤离，这让国内民众难以相信。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最先为第72机步旅说话的是乌军。在巴赫穆特作战的乌军第3突击旅第1营指挥官罗洛表示，明明是瓦格纳先撤退的，第72旅被其抛弃后一直战斗到最后，所以才会损失惨重。在当天的战斗中，乌军利用海马斯打击前来救援的俄罗斯正规军，之后又开始近距离攻击，最终约有300名俄罗斯正规军阵亡。俄军第72机步旅确实在后撤，但殿后的2个连一直在战斗，即便已经被包围，仍不愿意投降。最终，乌军用了2个多小时才说服他们投降。那么，这一切都是普里戈金在说谎？在火力军看来，并非没有这种可能。毕竟，普里戈金近段时间的迷惑操作太多了。在5月4日的时候，普里戈金表示，因为缺乏弹药，将在10日后撤退。之后又表示要将阵地移交给车臣部队。5月7日，普里戈金称受到俄罗斯国防部的作战指示，要为瓦格纳提供弹药和武器，只要瓦格纳继续进一步的行动。但在5月9日凌晨，普里戈金发布视频大骂俄罗斯国防部，称其没有给足弹药，只给了10%的弹药。同时还大骂俄罗斯第72旅放弃阵地逃走，瓦格纳不得不防守被放弃的阵地。可以看出来，普里戈金反复无常。目前基本可以确定，希尔斯基所说的大捷应该就是这件事情。乌军突破了侧翼俄军的阵地，当然，仅仅第72机步旅溃逃还不至于成为大捷。在第72旅被击败之后，俄罗斯其他几个正规军部队都进行了撤退。在伊万尼夫斯克村南侧方向，防守这里的俄军第4摩托化步兵旅与乌军接触后，迅速后撤战线3公里，最终在伊万尼夫斯克村以南、克里西夫卡村以东形成了一个战场突出部，说不定啥时候就被乌军吃掉了。而在巴赫穆特西北部郊区外防守的俄罗斯第9海军步兵旅，在遭遇乌军突袭后，同样选择了放弃自己的阵地，最终向后撤出了600米，使得乌军重新获得连接巴赫穆特前线和后方补给中心的道路，让乌军能够从容地掌握欧0506公路的所有重要路段。俄军另一支正规部队第200摩托化步兵旅同样在巴赫穆特西北部防线放弃2处阵地。俄罗斯正规军多次背刺瓦格纳雇佣兵，6个俄军旅被乌军3个旅级部队击溃，让瓦格纳付出巨大代价，打下的战果有了功亏一篑的风险。乌军表示，在过去的几天，乌军已经收复了17.2平方公里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擅自撤出阵地是这几支俄罗斯正规军部队的相同特点。与溃败的俄军第72旅一样，第9海步旅同样是在战争中由顿涅茨克当地民兵部队重新整编构成的新番号，兵员基本来自基层民兵和志愿者。至于刚刚在博格达尼夫卡村以北溃败的第200摩步旅，也是战争中新组建的动员兵部队。同时也能看出来，这些犯下致命错误的基层部队并不是俄罗斯现役常备作战力量，兵员基本都是从俄罗斯动员适龄男性人群中选出来的，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军事训练，在战场作战时不仅战斗力非常低下，还严重缺乏作战意志。俄罗斯让这些人上场，本来就是让他们负责防守固定堑壕阵地，但还是在乌军步坦协同的攻势中被击溃。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让俄罗斯在巴赫穆特战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前线士兵的溃败，就连普京都坐不住了，正式签署命令，征召俄军预备役人员组建轮训营，对预备役人员的军事技能和作战技巧进行2个月的战备训练，希望这些预备役士兵能掌握现役部队的作战能力。整个训练营将持续1到2年的时间。目前俄罗斯并没有透露参与轮训的人数。其实俄罗斯每年都会组织类似的轮训营来对预备役部队进行战斗技能培训，但总体上人数并不多，甚至只是一种走过场。正常来说，对预备役士兵进行专业军事技能训练是由俄罗斯国防部下令，当地征兵办公室负责组织，但此次轮训营是由普京直接下令，层级与此前完全不同，足以证明普京对前线动员兵的不满。与此同时，俄军在莱曼、阿夫杰耶夫卡以及马林卡等方向发动袭击，乌军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空军对俄军阵地发动了10余次空袭，并拦截了数架俄军无人机。乌军导弹和炮兵部队还打击了俄军指挥所、炮兵阵地等重要目标。仅从军事角度来看，俄军拿下巴赫穆特并不是改变目前战局的整体不利。过去的10个月，巴赫穆特战场成为乌军大量消耗俄军和瓦格纳有生力量的地方。美国情报显示，这10个月俄罗斯在巴赫穆特的伤亡超过10万，阵亡人数达到2万多人。巴赫穆特就是个陷阱，乌军利用这里的地形优势，反复大量杀伤俄军和瓦格纳的有生力量。无论是瓦格纳精锐散将兵、特种部队，还是海军陆战队，通通损失惨重。现在俄军72旅主动撤退跑路，也说明俄军眼看拿下无望，就把重心转入防备乌军反攻上，不想毫无意义地被乌军消耗掉。但俄军可以撤退，瓦格纳不行。俄罗斯国防部可是说了，瓦格纳一旦擅自撤退，那就是叛国罪，会被后方的俄军和车臣军国民警卫队直接处理了。瓦格纳是雇佣军，吃穿用钱都是俄国防部的，是拿钱干活的。拿不下巴赫穆特，普里戈金再想撤退也没用。事实上，瓦格纳与国防部之间的矛盾已经存在很久了。普里戈金多次威胁国防部，并点名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要求俄罗斯正规军配合瓦格纳一起拿下巴赫穆特。但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明显达成一致意见，要把有限的弹药供应用在击退乌克兰开始的反攻行动上。目前在巴赫穆特战场，瓦格纳只能绝城防守，防备乌军随时到来的进攻。而乌军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击退俄军南北翼两侧的掩护部队，再占领巴赫穆特重要阵地，最后一步就是彻底吃掉普里戈金的攻城部队。所以在火力军看来，瓦格纳魂断巴赫穆特的可能性非常高，这是由俄罗斯内部的派系斗争来决定的。俄罗斯国防部也非常乐意看到瓦格纳在巴赫穆特与乌军死战。瓦格纳的命运早就已经注定，想要撤离没那么容易，拿了巨额资金，结果10个月都没打下巴赫穆特，想要撤退可能吗？而如今的乌军可不是2014年的乌合之众，看低现在的乌军，看高俄军和瓦格纳都是不可取的。接下来在巴赫穆特的瓦格纳雇佣军和俄罗斯正规军将要面临乌军狂风暴雨般的进攻，结局早已定下了。好了，你们觉得乌军还有没有杀手锏？俄罗斯能不能应对？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